民主这个词几乎是当今最被反复宣导的政治价值，但只要你放眼现实世界，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站在权力核心位置的，往往不是人民，而是政党领袖、宗教集团、财阀或者长期掌控资源的家族。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民主真的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那么放眼现实世界，这种政治形态似乎不存在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常见的解释是民主被背叛了，或者民主的还不够。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更重要，问题不在于民主本身有没有失败，而在于一开始我们就把民主当成了他从来没有承诺过的东西。民主之所以不断令人失望，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够，而是因为他被要求去交付本该由整个社会结构承担的价值，比如自由、人权、平等。这种对民主长期存在的误解，造成了一系列的认知幻觉。而本期视频我将来拆解这些幻觉。注意，这里所说的幻觉并不是民主本身制造的，而是人们在误解民主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认知结果。首先要说的是对民主最常见也是最深的一种误解——人民意志幻觉。这个幻觉实际上就来自于民主的字面意义。看到民主，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它的意思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自然这种制度一定体现人民意志。但是人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行动主体，而是一个被制度短暂调动的统计集合。选举意味着人民统治吗？不，选举只代表人民被统计了。为什么人民意志会成为最大的民主幻觉？因为民主这个词本身就在暗示人民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做决定，但现实是人民并不是一个行动者，而是一个不断被重新划分、动员、统计的集合。你我他都是人民，但是你我他并不会自动形成一个有意志、有理性、能承担后果的主体。只有在极小规模、极高同质、极低复杂度的条件下，人民意志才可能短暂接近现实。一旦社会进入现代规模，民主讨论的就不再是人民统治，而是谁有资格代表，谁可以被更换。所以问题不在于人民重不重要，而在于把人民想象成一个统一的意志体，本身就是对人民的误解。在英语中 democracy 的字面意义更接近于一种以民众参与为条件的统治形式，而并不是人民统治。人民意志幻觉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因为在中文语境里，民主这个词被望文生义的天然的把一个不存在的东西预先封装进了制度里。如果说人民意志幻觉是把一个并不存在的主体想象成统治者，那么第二种幻觉则是把一种程序想象成了救赎。这种幻觉最集中的体现在投票这个行为上，即使在并非所有人都真实参与过投票的社会里，投票依然被想象成民主最核心也最具代表性的动作。在很多人的理解里，民主几乎就等于投票本身，因为它象征着参与，象征着选择，也象征着一种被许诺的控制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投票成为程序救赎幻觉的具象化表现，一种非常自然但却并不成立的直觉由此而生。既然我参与了选举，参与了选择，那么当选者理应回应我，而不是继续支配我。程序在这里被理解成一个转折点，好像只要通过了它，支配关系本身就被中断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投票并不等于控制权力，选举所改变的只是谁进入了权力结构，而不是支配是否存在。民主程序并没有消除支配，它只是把支配从血缘、宗教、望族等自然化结构转移到了政党、领袖、代表等制度化结构之中。程序的意义从来不是救赎，而是让任何支配都无法被当成天经地义、不可更换。最后，当程序无法消除支配时，民主并没有因此被重新理解为一种有限的制度安排，反而在长期的公共叙事中被进一步赋予了道德功能。正是这种结构性的期待之下，第三种误解出现了：道德进化幻觉。如果说人民意志幻觉是把一个并不存在的主体想象成了统治者，程序救赎幻觉是把一种制度步骤想象成了免于支配的出口，那么第三种误解则是把制度本身道德化了。在这种误解中，民主不仅视为一种制度安排，还被赋予了善良、正义、高尚的道德属性。一旦现实政治变得混乱、粗糙或充满冲突，比如人们走上街头表达诉求，或当工会通过罢工要求重新谈判，这些原本属于制度博弈和利益协商的问题，往往不会理解成为制度运行中的张力，而是会被迅速归结为一个道德判断：民主出了问题。接下来，一个更极端的结论顺势出现：
民主失败了。但事实恰是，当民主被当成正义的源头，被当成承载终极意义的制度，那么它必然会失败。而必须说清楚的一点是，民主并不会自动产出理性，也不会自动产出善。人民是善的，多数代表正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是任何制度可以结构性保证的结果。但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民主虽然本身并不生产善与理性，却在长期的公共叙事中被不断赋予了善良进步的道德含义。这些价值并非来自于制度结构，而是被打包进民主这一象征外衣之中，成为一种现实可用的正当性资源。因为在现实政治中，身份、情绪、道德姿态往往比事实本身和制度结构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这里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当道德感被用来替代制度讨论，当立场姿态被当成正当性来源，那么幻觉就不再只是认知偏差，而是反过来压缩讨论，排除异议，并制造新的不可触碰之物。当民主被这样道德化之后，它反而开始制造自己本来应该防止的那种东西。换句话说，道德进化幻觉并不只是对民主的一种误解，而是会反向吞噬民主自身的机制。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民主原本到底是在干什么？民主不是表达人民意志，不是保证善与正义，而是持续破坏权力的自然化。民主制度本身并不提供标准答案，它不会告诉你国家该如何被正确的管理，也不会保证权力如何被一次性实现。民主所包含的是一种动态的制度方式，它要求支配者无法把权力当成理所当然，要求现实始终处于可被讨论、可被重塑的状态。民主不是万能钥匙，而是一种防止问题被永久封存的机制。我们之所以仍然需要民主，不是因为它保证正确，而是因为它让错误不至于被永久固化。在所有已知的制度安排中，民主仍然是最不允许权力彻底安心的一种方式。